入葬7天的我猛然睁开眼，竟撞上一群狐仙在拜斗休命。于是我直接从棺材里坐起来。你都凉透好几天了，怎么又活了过来？我脑子转得飞快，张嘴就扯淡。阎王爷眼花抓错了人，又给我踢回来了。 其实我乃是借尸还魂，上辈子修道100年，最终栽在魔考上，还在地府打了50年工，这才换来个重新活一次的机会。可这副身子太烂了，气血将死阳火全灭，再不弄点阳气，天一亮我就得变僵尸。我赶紧卖惨。狐仙大爷，行行好，借团灭火救急，不然见光即死啊！没命火就是个鬼，但这玩意儿连着阳寿，咱俩物种都不一样，不借不借。那就借钱，我拿灭火抵押给你。不对，是你借给我火，我给你钱。这宝贝给你。 换你一点火怎样？这钱可是在阴阳2界走过一遭，是沾了大姻缘的。这老狐狸果然识货，眼珠子一转，嗅到了机缘的味道，鬼鬼祟祟的凑过来收了钱。行吧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一缕命火落在头顶，身子瞬间回暖。虽说还有点漏风，但好歹能喘气。我趁热打铁，等我缓过来，绝对摆一桌全鸡宴孝敬您。老狐狸拿了钱，虽然有点晕乎，但一听吃鸡，好说说。可这一缕火不顶用啊，你也没个后续法子，回头还得死。 那我岂不是白忙活了？我等的就是这句话。这还阳的法子还得落在他身上，我立马装孙子。这不还有您吗？好人做到底，您教教我呗。那你算是问对壶了，也就是我心善，这就教你一手拜斗赔命。不过救活了你，可别忘了我的鸡。这道家秘术，野狐狸竟然也会。我心里直犯嘀咕，嘴上却抹了蜜。多谢狐仙传法，别说鸡，猪我都给您供上。天快亮了，明晚再帮你做法去晦气。 你先跟我走。老狐狸瞅了瞅天色，我恭敬敬行礼道谢，心里掐指一算，这老狐狸虽贪财，但不害命，跟着他确实有活路。他把我领到路边一个破得像茅厕的野庙里。你先在这儿窝着，我在周围撒泡尿立结界。白天千万别出去，也别乱吃东西。我现在直冒虚汗，连站都站不稳，哪有什么胃口？老狐狸怕我挂了坏了因果，急忙问：“还有钱没？再给你整点火。”真没了。我硬撑着盘腿坐好，把阳气死死锁在体内。您忙您的。 我有法子挺到明晚。老狐狸见我一时半会儿死不了，便转身从角落里扒拉出一床破被子往我身上一盖，这才匆匆回了洞。阿波是被僵尸拧掉脑袋喝血了，在那咒谁呢？那是个人，地府放回来的，我借了火给他，赚功德。亏了，万一他死了咋办？他答应要是成了，给咱们10只烧鸡当谢礼。那没事啦。 真是个大善人啊！10只鸡够咱吃到过年了。满脑子就知道吃，赶紧去办正事去。去找7盏今年的新油灯，7只碗，5谷杂粮各来一点，再弄一把香。记住，得拿钱去买。谁敢偷鸡摸狗，坏了道行，就像那只被狗咬死的蠢货一样，别怪我不客气。 众狐一哄而散，老狐狸又许了一声谷子，贿赂了织成了精的麻雀，让他在天上帮忙盯着些风吹草动。而此时的我正趁着这个空档，摆出还阳卧的姿势，掌心贴着脚心，死死守住最后一口气。既然重新活这一世，绝不能再窝囊死掉。这荒郊野岭既然有狐仙，说明此地有灵。可这副身体亏空的太厉害，没个3、5年根本养不回来，光靠自己苦修太慢了，得找个护道的帮手。眼前这只老杂毛虽然贪财，但心眼不坏，是个可造之材，不如干脆收编了他。按萨满教的路数，立个堂口收些野仙替我办事。时间在煎熬中流逝。 转眼到了黄昏逢魔时刻，那借来的命火早已摇摇欲坠，我饿得头晕眼花，胃里像是被人拧着转。好在狐狸们办事麻利，叼来了满是油垢的旧灯盏和破碗。老狐狸化作老太太，抬手一挥，7碗米豆就满满当当摆在我面前。老狐狸见我像具死尸，有些慌了神。还活着没？可别晕过去，这事还得你自己来。死不了，有气就行。待会儿我扶着你拜北斗七星，我说一句，你念一句，心一定要诚。 这可是跟天上的司命星君抢命，容不得半点差错。夜幕落下，野庙里灯火忽明忽暗。老狐狸让小崽子们把杂草压低，好让星光透进来。七星阵摆好香火，点了起来。我闻到那生米的味儿，肚子里咕噜咕噜直响，差点就想伸手抓一把生吞下去。这是鬼性未除，还在贪食。老狐狸抬头看了一眼乌云密布的天，咬了咬牙，看不见星星也得拜，云遮不住星光。他扶着我，嘴里发出尖细的吟唱，如婴儿啼笑般。弟子诚心朝元，恭敬北斗。 祈求护命，赐增11800功德。我跟着叩首，刚一拜下去，四周阴风骤起，无数黑影如潮水涌向破庙，耳边全是凄厉的鬼哭狼嚎。滚开！这身子是我的，我是李运，把身体还给我！
这是借尸还魂引来的反噬。方圆几十里的孤魂野鬼都闻着味来了，谁都想抢这个复生的机会。老狐狸脸色大变，显然没料到动静会这么大，但开弓没有回头箭，现在停下来，谁都别想跑。他硬着头皮继续诵咒，拼命想把场子压住。墙角的香烧得飞快，眨眼间就发黑发霉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吸干了精气。护法的小狐狸惨叫一声，四腿一蹬，直挺挺的倒下去，没了动静。紧接着庙门口的2根蜡烛扑的灭了，一股阴气破门而入，寒气扑面，是个半丈高的吊死鬼。他一进门庙内，便四处都结起了霜。那吊死鬼脸色惨青，脖子上勒着麻绳，死鱼眼直勾勾盯着正在做法的我和老狐狸。下一秒，一道虚幻的麻绳就套在了老狐狸的脖子上，但这老狐狸反应也是极快，嗖的一跃避开，紧接着猛地调转方向，不再去拜北斗星君，而是直挺挺的朝我拜了下来。此刻的我盘膝而坐，跟前摆着3碗插了香的生米，看着跟一尊神像似的。老狐狸这一拜，直接把自己的一大团命火渡给了我。这一瞬间，我脑子轰然一响，竟感应到了前世弟子供奉的李氏宫庙金身。前世我虽修道失败，但死后肉身被贴金供奉，受了50年香火。此刻借着北斗七星的跨界感应，那尊金身的神力竟横渡阴阳，护住了我这具残躯。金光炸开，整个破庙亮如白昼。那吊死鬼被这股纯正的道家金光一烫，嘶吼着退了出去。我不敢分心，借着这股劲儿，一口气把最后的咒语给念了出来。大圣北斗七元君，能解3灾厄，济度诸恶难，超出普生生。刹那间，乌云散尽，七星高悬，一世大成阴气散尽，命火重燃，一股久违的暖流涌遍全身，僵硬的血脉重新活了过来，心脏咚咚的跳着，一下比一下有力。这声音简直是世间最美妙的乐章。庙外那吊死鬼见大势已去，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化作黑影散去。但我知道这梁子算是结下了。我睁开眼，看见老狐狸瘫软在地上，他为了救我以命度命，50年道行折损了个大半，连人形都撑不住，直接现了原形。其他几只狐狸围上来冲我龇牙咧嘴，显然觉得我把他家老东西给坑惨了。别急，我有办法。我按住那几只炸毛的狐狸，借着刚才感应到的精神法力，手指一点，一道金光直直射入老狐狸眉心。这点金光里裹着前世修成的还丹法力和香火神念，品相极高。老狐狸眉心瞬间冒出一撮橘红色的毛，不仅亏损的道行全补了回来，还因祸得福，道行暴涨至80年。老狐狸猛地醒来，先是愣了一瞬，随即手舞足蹈，嘴里发出嘤嘤的怪叫。其他3只狐狸也跟着欢呼起来，在满庙乱窜。片刻后，老狐狸重新化作那个矮小老太，整了整衣裳，对着我毕恭毕敬地拜了下去。小狐多谢大仙点化。他刚才得了我的法力，灵智又开一层，知道我来头不小。别叫大仙，我只是觉醒了前世记忆，你救我一命，这点回报是应该的。对了，还没请教尊姓大名。哪有什么名字，大家都叫我班。这几个小的叫一蛋、二瘸、三秃。这名字太随意了，以后我给你们取个正经的。先把那只鸡牵着，我有正事问你。班一听有正事，立马来了精神，一脚踹开旁边看热闹的瘸腿狐狸，领着他们齐齐整整行了个礼。他凑上前，压着嗓子说：“您这具身体的原主是个秀才家的公子，家里有100亩良田，前些日子突然发疯，睡了7天就没了。后来来了个道士，非要把棺材埋到乱葬岗。乱葬岗的鬼说，那道士半夜还来开过棺材，看了一眼才走。县长，这道士绝对有问题。”我心里一沉，刚才还魂时那个骂我是域外天魔的声音，8成就是原主的魂魄。看来原主是中了离魂术，那道士10有8九是幕后黑手。这个隐患不解决，他迟早找上门来。但我刚还阳虚的路都走不动，得先找个地方养伤。我先回家再说。天亮了，久违的阳光洒在身上，虽然虚弱的随时可能晕过去，但这种活着的感觉真好。班给我弄了碗小米粥，我勉强喝了几口，反胃的厉害，但肚子里总算有了点热气。歇了一会儿，班化作老太婆扶着我往李家走。路过的村民见了我，一个个跟见了鬼似的，尖叫着四散奔逃。李家大宅里早就乱成一锅粥，仆人连滚带爬的冲进门堂。老爷，不好了，少爷他诈尸了！混账东西，居然敢拿这种事开玩笑！老爷，少爷回来索命了！李老爷和夫人对视一眼，又惊又怒。谁敢欺负我李家绝户？李夫人却一把薅住丈夫的胳膊，眼眶泛红。万一是真的呢？两人搀扶着冲出门，一眼看见站在门口的我。李老爷指着我，声音都劈了。李夫人白眼一翻，差点当场晕过去。你是个什么妖孽？为什么还要折腾我儿子的尸身？班抢先一步挡在我身前，对着围观的乡亲们扯开嗓子吆喝。各位乡亲，听老婆子我说句公道话。今儿一早我去地里干活，路过乱葬岗，那是吓得腿都软了。本来想赶紧走，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他故意停顿了一下，吊足了众人的胃口。旁边有人等不及了，扯着嗓子喊：“你这老太婆，快说呀！”班嘿嘿一笑，这才不紧不慢地往下讲。原来是这位李公子在呼天喊地，老身听着是人的声音，又是大白天，哪有鬼敢出来？就往里走了几步，果然看见一口棺材，里头有人在喊“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”。老身撬开棺材板一看，嘿，正是李家公子。班这一嗓子把周围乡亲们听得一愣一愣的，可我扫了一圈那些村民的眼神，分明是想拿锄头把我这诈尸的怪物给拍死。我那便宜老爹李老爷吓得直打哆嗦，话都堵在嗓子眼里出不来。倒是李夫人猛地扑上一把掀开我脖子后面的头发，死死盯着那颗黑痣，当场尖叫着哭出来。你看这痣，这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是咱儿子。
李老爷这才敢凑上来，又惊又喜。儿啊，你真活了！公子这是受了惊吓，一时没回过神，赶紧请个大夫来看看吧。班被周围人的阳气灼烧，怕狐狸尾巴藏不住，便转身就跑，溜得比兔子还快。李老爷也顾不上去追那老太婆，连忙招呼下人放了一挂鞭炮驱邪，又拿来镇宅的八卦镜在我身上照了一通，见也没照出什么妖魔鬼怪，这才松了口气，让人拆了灵堂，把我的牌位拿去烧了。镇上的庸医林大夫被请来的时候，2条腿抖得跟筛糠似的。7天前就是他断定我谈气萌心，必死无疑。他哆哆嗦嗦按住我的脉，脸色变了又变。这脉象虽细若游丝，但确实是活少脉。看来公子之前是假死闭气，如今饿过头了，赶紧喂点米汤，切记不能沾荤腥。只要能救活我这独苗，什么都依您。我躺在床上装傻充愣，心里却门清，这大夫就是个半吊子。不过调养的路子倒也没错。接下来3天，我靠着米汤吊命，顺便对这个世界有了大致了解。如今是大宁王朝继太3年，历史在秦朝之后就拐了弯，朝代全换了。虽然说也有诸子百家，但跟我知道的那个世界已经对不上号了。这具身体的主人名叫李运，年方16，是个神童秀才，家里有100亩良田，算是地主豪绅。最要紧的是，我这便宜老爹考了一辈子举人没中，就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，连名字都取个运字，要有文运道运，盼着我能进士及第。可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。原主身子骨硬朗，突然发疯暴毙，死后立马来了个道士，不光不要钱，还非得让李老爷把我埋到乱葬岗，说是为了风水。据班打听，那道士在我下葬当晚还偷偷来乱葬岗开棺验尸，这分明是中了离魂术。那道士根本不是好心，他是想用我这肉身养煞，或者是把魂魄抽走炼法。得亏我借尸还魂占了这具身体，不然这李家早晚得绝户。正盘算着怎么对付那妖道，门外突然闯进来一个白白胖胖的书生。大哥，你可算活了，我想死你了！我一脸懵逼的看向李夫人，小胖子却痛心疾首的拍着大腿。我是聪聪啊，刘聪聪，咱俩同窗10年，你要是忘了我，以后考试谁借我抄啊？我嘴角一抽，得是个不学无术的富二代。刘聪聪见我没吭声，便神神秘秘的从袖子里摸出个木盒。大哥，这是我从我爹那儿偷来的30年野山参，给你补补身子。这胖子能处，他抹了把鼻涕凑过来，压低声音：大哥，你真去鬼门关走了一遭，地府啥样？鬼吓人不？我看着他那求知若渴的小眼神，故意压着嗓子说：其实鬼跟人差不多，人啥样鬼就啥样。旁边的李夫人听不下去了：阿弥陀佛，快住嘴，可不敢胡说八道。我冲刘聪聪挤挤眼，我这闷得慌，跟兄弟说2句玩笑话解解闷儿嘛。伯母，我们男孩子说话，您在旁边听着多羞人啊。李夫人到底还是出了门去，叹了口气：这儿子还魂之后，不光忘了些事，还跟这个家隔了一层厚障壁，有些习惯细节都对不上号了。要不是身上的胎记，小时候摔的疤都对得上，我真要以为换了个人。那空棺材，老爷也亲自验过，确实是空的。事情一桩桩一件件都能对上，可那道士跟人间蒸发了似的，怎么都找不着。李夫人心里不踏实，又是去庙里还愿，又是求了道开光符塞在我枕头底下，生怕我是哪个妖魔鬼怪夺舍了他的宝贝儿子。屋里刘聪聪趴在床边，下巴搁在胳膊上，眼巴巴地望着我。好大哥，快跟我说说地府到底是啥样？地府的事以后再说。聪聪，我问你，你信这个世上有神仙吗？信啊，孔圣人都信鬼神，朝廷年年祭祀，我相信神仙肯定有的，就是离咱们太远了。那你觉得我为什么能死而复生？刘聪聪眼睛瞬间瞪得像铜铃，呼吸都急促了。你是说？我淡淡一笑，装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。仙人服务我顶，结发寿长生。这胖子虽然看起来憨憨傻傻的，一张圆脸却天庭饱满，地结方圆，面相里带着实打实的富贵气，正是收来当小弟的最佳人选。修仙讲究财履法地，我现在一穷二白，正好借他的财运来补我的道行。他对我原身时言听计从，稍微点拨一下就能让他死心塌地。果然，刘聪聪听到这句话，吓得3魂丢了7魄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咚咚咚磕了3个响头。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这也太好忽悠了吧！居然半点怀疑都没有。我哭笑不得。你觉得我现在这样像修仙的吗？太像了，气质都不一样了，简直跟画上的神仙没两样。既然你有心，我便送你一场机缘。明晚你在家准备10只烧鸡，摆在院子里，然后进屋睡觉，不管听到什么动静都不许偷看。家里有狗一定要拴好。第2天要是鸡没了，这事儿就算成了。牛聪聪一脸懵逼，10只烧鸡就能换仙缘，这么简单？不用韭菜，光烧鸡？别的别问，别开玩笑了。要是备了酒，那帮狐狸喝醉了现出原形，不得把你全家吓死？牛聪聪虽然疑惑，但还是老老实实记下。为了巩固这胖子的向道之心，我又给他讲了地狱里的因果报应，听得他冷汗直流，发誓要跟着我修仙脱离苦海。临走前，我决定给他露一手，彻底镇住他。我故作高深，你要是不信，我现在说个事，你去验一验。回去路上你会捡到一笔钱，刚好购买那10只鸡，但这钱是穷人的救命钱。你要在原地等半个时辰，把钱还给施主，这叫积阴德。
小胖子点头如捣蒜，满脸兴奋。大哥放心，我不差这点钱。打发走了刘聪聪，我装作疲惫的样子躺下休息。刘聪聪刚出门就撞见了在外面偷听的李夫人，她装作若无其事的行礼。伯母，我先回去了，也好让同学们知道大哥没事了。李夫人有些尴尬，客套道：“那珊珊太贵重了，你还是带回去吧。”伯母这是看不起我大哥的情谊，这身我就留这儿了。李夫人叹了口气，把这实诚孩子送到了门口。刘聪聪爬上早已等候的家丁，傻二柱的背，大喊一声：“走起！”背着小胖子稳稳当当的走出。你说人死了还能活吗？不能。二柱回答的干脆利落。那要是偏活过来了呢？那就是没死。刘聪聪气得直拍大腿，跟你这木头说不通，算了。等一下，停车。二柱把他放下，刘聪聪捡起路边的一个蓝布荷包，打开一看，里面全是铜钱和碎银子。神了，真神了！他仔细数了数，正好购买10只鸡的钱。二柱憨憨的笑：“少爷运气真好，走路都能捡钱。”那是，你家少爷我有人指点，有高人指点。咱们在这等等。丢钱的人肯定急死了。两人在路边等了一会儿，果然看见一个老太婆带着个满身泥灰的小孩，哭丧着脸沿路寻找。刘聪聪吹了声口哨，举起荷包：“这是你们的不？”老太婆一看，扑通一声跪下就磕头：“好心的老爷呀，那是孩子他爹做苦力赚的命钱啊！要是丢了，我们娘俩只能上吊了。”大娘，你别磕我，让那小孩给我磕。老太婆千恩万谢，拉着孙子给刘聪聪磕头。刘聪聪也不含糊，让二柱掏出一串铜钱塞给小孩。老太婆又要磕头谢恩，直呼遇到了活菩萨。刘聪聪爬上二柱的背，一挥手走着，留下一老一小在原地千恩万谢时，二柱，你说我是不是好人？少爷当然是好人，老子就是个好人。刘聪聪大笑，心里却掀起了惊涛骇浪。李大哥真遇到神仙了，连谁丢钱都算这么准，这哪里是凡人手段，分明是奇人啊！这种本事，就算不是仙人，也算奇人了。就这么回到了家中，刘聪聪立即到自家厨房找了赵妈妈，让妈妈去买10只鸡回来，全杀了烤着吃。赵妈妈吓了一跳，但这混世魔王发了话，谁敢不听？一阵鸡飞狗跳后，10只老母鸡下了锅。这边刘聪聪在忙活，那边的我也没闲着。我通过那只麻雀精，时刻盯着那窝狐狸的动向。这麻雀是为了贪图我的一把谷子，成了我的眼线。那窝狐狸为了晚上的大餐，正在做准备。阿伯那书生不会骗我们吧？几只狐狸一边嘀咕，一边拿出死人骨头顶在头上幻化人形。一旦变成个挺着大肚子的黄胆鬼童，二瘸成了个一脸淫相的赖头嫖客，三秃则是个缩头缩脑的驼背老汉。老狐狸嫌弃地看着这群歪瓜裂枣，带着他们去附近的迪垢泉洗刷，又涂了特制的香膏，这才勉强盖住了那一身骚气。夜半子时，阴风乍起，刘聪聪按照我的吩咐，躲在屋里大气不敢出。院子里传来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。他们4个10只鸡怎么分啊？你一只我一只。刘聪聪好奇心作祟，实在没忍住，悄悄凑到窗户缝往外看。这一看，差点没把他魂吓飞。月光下，4个人正抓着烧鸡狂啃，眼睛冒着悠悠绿光，屁股后面还露出了毛茸茸的尾巴。老狐狸幻化的老太婆似乎感应到了目光，脑袋诡异的180度转到了背后，那双绿眼睛死死盯住窗缝后的刘聪聪。刘聪聪吓得腿一软，四肢着地爬回床上。吃了鸡可别吃我。院子里，狐狸们吃得满嘴流油，开始把余下的打包带给小的们。那瘸腿狐狸一边啃一边感慨：做人真难，还不如学阿贵去城里青楼卖身。听说只要躺着就能赚钱，还能采阳补阴。闭嘴！那种下三滥的手段，早晚被人打死。咱们现在跟了许大仙，那是正道。几只狐狸被训得不敢吭声，连吃带拿，把剩下的鸡全塞进嘴里存着，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。直到天亮，憋了一晚上尿的刘聪聪才敢推门出来。只见院子里一片狼藉，桌上全是油污爪印，地上还落着几根狐狸毛，这分明不是人吃人喝的样子。虽说乡野之间多有鬼魅妖精的传说，可这还是他第一次真切的遇见。刘聪聪心里虽然发毛，但更多的是兴奋。既然有妖怪，那李大哥说的神仙肯定也是真的。他昨晚虽然没见着神仙，但那几只啃鸡的狐狸可是真真切切的。而且李大哥能使唤狐妖，这本事还不够牛逼吗？刘家的仆人可就惨了，尤其是赵妈妈，半夜听着院里的动静，吓得魂不附体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哆哆嗦嗦地劝刘聪聪：少爷，那东西不干净，以后可别往家里招了。赵妈妈昨晚的事烂在肚子里，谁也别说，回头赏你200钱。那4只狐妖也心满意足地回了窝，把剩下的鸡骨头分给了小的们。清晨，麻雀精飞到歪脖子树上，趾高气扬地喊：出来接旨！老狐狸般现在学乖了，赶紧迎出来。上师有何贵干？麻雀精说完，又补充道：今晚去许家，上仙要给你们赐名，上仙还让你们去查查这一带的和尚道士，看谁有点真本事。班一听赐名，乐得合不拢嘴。有了正经名字，咱们也是有偏执的正规军了。我躺在床上，一边喝着小红味的肉粥，一边盘算着，我现在阴盛阳衰，魂魄太强，肉身太弱，必须得好好补。大夫不敢下猛药，我却敢。我让人把刘聪聪送的人参切片，每天含一片在舌下，靠津液慢慢化开，再配合
配合少食多餐的肉粥羊汤，身体恢复速度快了不少。小红惊讶地看着我开的药膳单子，少爷什么时候懂医术了？我没解释，只是让他照做。喝完粥，我在院子里撒了把谷子，贿赂那只麻雀精继续给我当眼线，然后回房拿起原主读过的经义，研究这个世界的文字和思想。没过多久，小红推门进来，少爷，刘公子来了。我放下书，让他进来。话音刚落，刘聪聪就滑跪到床前，两眼放光。大哥神了！我昨天真捡到钱了。我笑了笑，示意小红关门出去。刘聪聪立马凑过来，压低声音：大哥，昨晚那几只吃鸡的是不是狐仙儿？我点点头，没错，是我让他们去的。我想把你介绍给他们，那就是大哥说的仙缘。刘聪聪既兴奋又害怕。大哥，我怕妖怪啊！怕啥？难道我会害你吗？我盯着他的眼睛，我这辈子注定成仙，但劫难重重，需要有人护道，你愿不愿意？刘聪聪一听，立马举手发誓，愿意。我刘聪聪这辈子就跟着大哥混，大哥的刀指哪儿，我就砍哪边。我叹了口气，这傻小子太实诚了。我正色道，既然你愿意，我就传你真本事。我算到最近我有劫难，必须借你的力。我打算让你开立狐仙堂，把那窝狐狸请回家供奉。我打算传他萨满教的出马仙法，让他当狐仙的地马。这法门虽然有点伤精气，但我会设下规矩，不让狐狸随意上身，尽量减少副作用。这法子能让你不用修炼就借来狐仙的法力，但也得付出点代价，损耗些精气神。你还愿意吗？不用练功就能有法力，还能减肥，这买卖划算啊！大哥，你快教我！我特么，这脑回路也是绝了。于是我把口诀和布置、堂口的规矩细细教给他，回家找个僻静屋子，供奉李师公法主爷和那几只狐仙的牌位。每月初1、15要用鲫鱼供奉，此屋平常不可开，也不可叫人进入其中，只有你自己可以进入。我细细嘱咐道。这狐狸也不白吃你家的，他们消息灵通，你可以用来经商，但当赚了些钱，就要拿出一部分来做好事做功德，这是给你积累，也是给这些狐仙积累。这窝狐狸里只有一个和你八字相合，但他一个就能管住其他3个。狐狸不仅要吃，还得教化。你有空就给他们讲讲蒙学。刘聪聪一听要教书，脸都垮了。大哥，我自己大字都不识几个。我板起脸吓唬他，不教化通人性，万一哪天兽性大发，把你全家吃了怎么办？你得把他们当孩子养，养熟了才肯为你卖命。还有啊，喂食的时候要自己亲手喂，让他们闻着你的气味。还有，你要多和他们说说话，让他们熟悉你的声音。安排好一切，中午刘聪聪和二柱吃了顿斋饭，午后我回房小憩，迷迷糊糊竟做了个噩梦，梦里阴风阵阵，门窗乱响。我起身关门一回头，却见房梁上吊着一个人，正是我的丫鬟小红。小红披头散发，舌头伸得老长，死鱼眼直勾勾地盯着我，我冷汗直冒。前世修成小周，先后就没做过梦，如今这一梦必有预兆。我立刻拿出铜钱占卜，连刨6次，得了个剥卦，群阴剥阳，大凶之兆。我是那个刚还阳的阳，那群阴自然是找上门来的脏东西。那个吊死鬼不仅找到了我，还找了帮手。我冷笑一声，想动我的人没门，我立刻叫来小红，剪了她一缕头发，又要了生辰八字。小红羞得满脸通红，以为我要干什么坏事，但还是照做了。我用纸条卷起头发，画符念咒，接着吩咐刘聪聪去买只3年以上的老母鸡活的。胖子二话不说，出门就买了一只6、7斤的芦花鸡回来。我把符纸塞进鸡肚子里，递给小红。这几天把它绑在你床头，性命攸关，一定要照做。小红吓得脸色发白，连连点头。我又看了看父母和府中下人，虽然都有些晦气，但好在没有死结。看来那鬼东西是挑软柿子捏，抢先害了小红。我又让刘聪聪和小红帮忙搬动院子里的摆设，布置了个简易的风水阵势，最后在门口烧了一道隔邪符。做完这些，我不禁沉思，这鬼是怎么进来的？宅有宅神，非请勿入，除非是有内鬼带路。我想到了原主的魂魄，如果是原主带着吊死鬼进来，那就说得通了。这事必须解决。原主的魂魄要是成了气候，变成守尸鬼，甚至尸妖，那我这肉身迟早保不住。想来想去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原主练成我的本命神将，就像萨天师收服亡灵关一样，大家互相成就，总比让他变成恶鬼强。第二天，我让人把全府上下打扫了一遍，调整风水格局，聚集生气。晚饭时，因为我要喝鸡粥补身子，李父也就顺势开了荤，还拉着牛聪聪喝酒。刘聪聪这胖子挺会来事，把李老爷哄得开怀大笑，自己灌了7、8杯，还顺带打消了李父对我还阳的最后一丝疑虑。饭后，父母回房歇息，嘱咐我们早点睡。2位长辈离场，我便和小胖墩到了钱塘庭院。我坐在椅子上，小胖墩则站在月下，又打发了小红和其他仆从婆子们。仆人们如蒙大赦，一哄而散。屋里只剩下我和刘聪聪。烛光下，这小胖子的眼睛亮得像2个大灯泡。我给他讲了半个时辰的修炼法门，听得他抓耳挠腮，恨不得立马飞升。突然门外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，我掐指一算去开门，客人到了，头顶传来啾啾的鸟叫，是那只爱听墙角的麻雀精。这货虽然没什么本事，但情报能力一流，而且还贪吃。昨晚羡慕狐狸吃鸡，今晚非得来蹭点好处。刘聪聪打开门时，只见一个黑衣老太带着一个大头娃娃，一个瘸腿汉子和一个驼背老翁。见我坐在椅子上，立刻3步并作2步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小狐邪全族拜见上仙。起来吧，今晚叫你们来，一是为了赐名，2是为了传法。弟子太感动了。4只狐狸一听，激动的连连磕头，尤其是老狐狸般，眼泪哗哗直流。这么多年，终于被认同了。我安慰了几句，又给他们灌了点心灵鸡汤，把这几只狐狸感动得一塌糊涂。班你是公狐狸，弟子习惯了这副老太婆模样，出门办事也方便。那班以后你就叫胡金，1旦叫胡独修，2瘸叫胡不堂，3秃叫胡德禄。既然跟了我，就要走正道，
别再干偷鸡摸狗的事儿。是。接下来是传法环节，我问起胡金这一脉的传承，果然是东拼西凑的野路子。我直接把他们那一套驳杂的功法批得一文不值，然后传了一套正宗的神仙之道，教他们如何立妙结社，积功累德。胡金，你可愿意做慧拙的护法仙家，共同修行？弟子愿意，弟子愿意。胡金连连点头，这可是抱大腿的好机会，他哪敢拒绝？于是当着我的面，一人一壶结下了契约。临走前，我把胡金叫到一边，低声吩咐：“那个吊死鬼跟着你们混进来了。”你去给我查查他的底细，我要瓮中捉鳖。胡金想说话，我摆手示意他别出声，让他们从后门离开。狐狸们走了，我又让刘聪聪用锅底灰在后门画了条线，念了遍咒。这下好了，那鬼想跑也跑不掉了。这时头顶的麻雀精急得直叫啾啾啾。我呢？以后你就叫战鹰，跟着我混，早日学会说人话。我就收你当记名弟子。麻雀精一听有了霸气名字，得意洋洋地飞走。夜深了，子时将至，院子里的温度骤降，阴风四起，草叶上结了一层白霜。我缩在被子里，冷笑一声。这恶鬼倒是自带空调效果，夏天用正好。阴风在屋子里盘旋，似乎在寻找目标。突然喵呜一声，凄厉的猫叫，接着便是什么东西打碎了一般的乒乓作响。我白日布了一个简单的风水阵法，于鬼而言，流动的切就像是河流，挡去了前路；稳重凝实的切又像是山岳，这些山岳河流又组合成了一座迷宫。这鬼东西被我困在了鬼打墙里。屋外的怪声停了，死一般寂寂住，但我知道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突然耳边响起若有若无的呓语：“你在哪儿？我要找到你了。”嘶哑而阴森，脚步声沉重的逼近，一步步踩在我的心头。这是典型的攻心术，想吓破我的胆。没门！我抬头看了看门上挂的山水画，那是爷爷当八品官时别人送的靠山图。我又在上面加了道泰山符，想推开这座山进门做梦。床头我也用草绳系了灵结，做成了坛场结界。只要我不开门，这鬼就算把房顶掀了也进不来。嘎吱，门外传来推门声，但门纹丝不动。嘎吱嘎吱，那鬼推不开门，透过门缝死死盯着里面，嘴里吹出一股阴气，瞬间让空气凝结成霜。但他的视角里什么也看不见，我仿佛隐身了一样。不在里面吗？那就换个地方。鬼话连篇，我才不会上当开门查看。果然，一个时辰后，那黑影又悄悄游荡回来，见真的没动静，这才彻底离开，转头去了偏房。那里住着丫鬟婆子，正是欺软怕硬的好去处。婆子们鼾声如雷，鬼也懒得理，直奔小红的房间。此时的小红缩在被子里，听着床边老母鸡不安的叫唤，吓得浑身发抖。她想起我的警告，死死抓着被角，一动不敢动。突然，老母鸡不叫了，小红惊恐地感觉到那鸡不再扑腾，而是被一根麻绳吊在了房梁上。在吊死鬼眼里，小红已经被吓得魂飞魄散，正是下手的最佳时机。房梁上垂下一根带血的绳套，小红像中了邪一样，不受控制的起身，一步步走向那根绳子，麻绳勒紧脖子，小红拼命挣扎，双脚乱蹬。吊死鬼看着这一幕，心满意足。但奇怪的是，这少女产生的怨气怎么这么少？他嫌弃地看了一眼，没再继续杀人，转身想离开。等明天许家乱了套，他再慢慢收割。可当他想走时，却发现怎么也出不去了。阴风在院子里呼啸，却始终找不到出口，整个院子像个铁桶，把他困得死死的。直到公鸡打鸣，天光大亮，这恶鬼才惊慌失措的钻进水井里躲了起来。第二天一早，李父看着满院狼藉，脸色阴沉。我漱了口，漫不经心地问：“小红怎么没来？”伺候的婆子支支吾吾：“小红病了，发烧说胡话，说昨晚她的那只鸡吊死在房梁上。”我心里有数，那是老母鸡替小红挡了一劫。喝完粥，我走出房门，见李父正在安抚下人。风大吹掉了瓦片，没什么大事，赶紧收拾收拾。刘聪聪顶着黑眼圈凑过来，一脸询问。我转头对许父说：“爹，趁着修缮房子，不如来个大扫除，去晦气。不仅要去晦气，还得舂米。儿啊，我打算给你说门亲事。”爹，这事不急，我死而复生这事还没查清楚，我总觉得有人害我。我盯着父母的眼睛，我病倒期间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人来过？哪有什么奇怪的人，你别多想。聪聪，你先回去，把堂口立起来，赶紧踏入修行。刘聪聪点头离去，李家上下开始了热火朝天的大扫除。我趁机观察起家里的风水布局，整体的格局对称工整，主次分别，青砖黛瓦，风水上基本没有什么大的问题。毕竟当初李家爷爷经商，而且后面捐了8坪散官，留下了100亩良田基业，能住这么大的屋子，必然是请来了专业的人营造设计。但风水轮流转，家运不旺，3代单传，原生李运的横死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我指挥着仆人挪动家具，打扫卫生，用9宫法重新布局，改变了宅子的形气走向。大扫除清理出不少过来，连带一个破碗都被我扔了。家宅风水讲究干净，采光通风完整顺心。我顺势布下4灵局，汇聚生气，并把西北角前卫的厢房当成了自己的卧室。前卫聚阳，正好帮我疗养身体，还能借家运修行。清扫一直持续到53刻，阳极生阴，一阵阴风平地而起，打水的婆子被风一吹，打了个喷嚏，阳气一若眼一花，惊叫起来：“鬼啊！井里有个死人！”他手一松，木桶掉回井里。李老爷闻声赶来，大白天哪来的鬼？我走上前拍拍婆子的肩膀，安抚住她，让人拿来铜镜往井里照。井水清澈，只有几条翻着肚皮的金鱼。婆子松了口气，看错了，看错了，直呼看错了。我笑了笑，
在我眼里，那吊死鬼正躲在井底，抓着那些鱼装死。这鬼被我困在宅子里，慌不择路躲进了井中。这口井位于坎位是聚阴之地，正好用来布阵。我果断去李父书房，顺走了那个铜鱼镇纸，又去李母佛堂借来了观音手里的净瓶。铜鱼镇在井沿，葫芦收邪，净瓶化煞，成于镇压。那吊死鬼的阴煞之气被转化为生气，反而成了驱动风水局的力。顿时阴风消散，整个宅子变得明亮宽敞，空气中透着一股春暖花开的气息。李父虽然不懂风水，但也感觉到了变化，试探道：“儿啊，你这本事哪儿学的？”大病一场，突然就开窍了。我随口胡诌，李父没再深究，只是叮嘱我好好温书，准备明年的县试。我点头应下。考取功名也是计划的一部分。黄昏时分，我喝完肉粥开始看书，井底的吊死鬼按捺不住了，一根湿漉漉的麻绳像蛇一样探出井沿，铜鱼镇纸金光一闪，化作一条金红大鲤鱼，一尾巴将麻绳甩了回去。吊死鬼不甘心释放煞气对抗，却反而激活了风水局。屋顶的葫芦在他眼里变成了巍峨大山，压得他喘不过气，他只能缩回井底，另寻出路。顺着水渠，他摸到了正屋前堂，这里是家宅核心，供奉着祖先。吊死鬼从堂中水池中显露身形，一根麻绳就要攀起来，但下一刻便触发了风水阵法的开关一般，四只石龟开始吸气，将它射住。龟鬼龟三字同音也，龟长寿安宁之意，阳手接水，意是接福寿康禄寿，即四水归堂风水格局的本意便是接来天赐的福气，长寿财运官运。现在多了净瓶，在北方的乌龟的口中，北方的乌龟就是玄武，净瓶又是储水之器，观音曾用来装下四海之水，唯有一只巨鳌能将其托起，属于是佛道联手，顿时便将这吊死鬼散发的阴煞寒霜给吸摄起来。这吊死鬼大骇，想要冲撞出去，四龟成阵，仿佛有个透明的结界，怎么都冲撞不开。正蜈蚣自行，前前后坤，取交泰之意，聚集了整个宅院的气，气动如河，不动则入山岳。这吊死鬼想走都走不了，想要退回那暗沟都不行。吊死鬼煞的煞气正在源源不断被化解，转为四水归堂阵法的生气之气。这些生气顺着风水流动，最终聚集于前位。此刻我的房间，感受房屋内聚集的生气，有万物勃发之喜悦，当即开始尝试修复五脏生气，用的正是道家正宗导引吐纳之术的上乘养生法。龟息法，龟息法是睡功的一种，修持此法乃是模仿乌龟冬眠，故而无需打坐，只要侧卧保持心肾二气相交便可。如此呼吸平缓，长吸长吐，似睡非睡，养精存神。此外，龟息法因笃静，故而十分适合感应气息，唯有感应到体内气息，才能壮大培育，慢慢搬运。借助风水格局，加速恢复身体。呼吸呼吸，我很快掌握诀窍，脑中空空，唯有感受呼吸，感受气息在体内流动循环，能听到心跳脏器蠕动的声音。生气滋养五脏，虽似睡非睡，但其实和直接进入深度睡眠没有什么两样。五脏排毒，受损的身体机能自我修复，大脑休息。我助养生气之时，另外一边的刘家却是鸡飞狗跳。刘聪聪听从我之言，要在僻静之所设立一处堂口，用来供养狐仙。但刘家哪里都进进出出有人，并没有僻静之所。于是刘聪聪就想着要单独买一栋屋子。这买屋子不是小钱，要支取上百两银子，这就惊动了刘母。刘母别的不管，却生怕这个儿子去嫖赌。得知了消息后，第一时间就带着健壮的婆子把刘聪聪扣押在家，哪里也不准去。这小胖墩趁着人没注意就翻墙要跑，结果崴了脚，疼得哇哇大叫，这又给拉回了屋。刘聪聪忍不住就一把鼻涕一把泪，跟刘夫人说自己要去买一栋屋宅，安心读书，将来考取功名。刘母把这嘎娃子奶大，哪里不清楚这家伙是读不进半点书的，怎么会信他？反而脑补了一出藏娇的戏码，就更不肯将钱给他，也不肯放他出去，直到只等你老子回来收拾你。刘聪聪只得叹息哑火，神情恹恹。二柱见刘聪聪脚崴了，便给他揉脚，活血化瘀，一边道：“少爷，你这是想干啥？为啥非得买一间屋子？”刘聪聪一脸痛心疾首：“我这是得了仙家缘分，要找个僻静的地方供奉呢。只可惜我娘那个小妇人不懂，将我拦在家里。这要是弄不成，我的仙缘就错过了。”二柱听闻也不问是个什么仙缘，琢磨一会儿开口道：“要不用我老家那屋子吧？我爹死后那变成了空屋，我又到您家来干活来了，那正好是个乡下土房子，位置偏僻，只是久没人住，我又没怎么回去过，只怕都长草了。”刘聪聪听闻眼睛放光道：“好二柱，还是你好，就是要偏僻没人住才好。”两人费了些技巧，又跑了出来，往着傻二柱老家去。傻二柱家的屋子在牛家集一个逼仄的角落，后面是一座小山，出门又有一棵大树挡着，因为这棵大树挡着，门院便是斜的，这在风水上是大忌讳。所谓邪门歪道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后面的山也并非靠山，万一下暴雨便会冲刷屋子根基。于风水上来说，这个地方并不适合建造阳宅，甚至不适合建造阴宅。而且后山遮住了光，前门又有大树挡住了光，挡住了路，便更是不妥了。一进此处来，刘聪聪都感觉一股哆嗦，阴阴凉凉的，里面小院子也是潮湿的很，长着蕨类。二柱踩出一条道来，打开门锁，就更有一股风从里面往外吹了，也是阴阴凉凉的。那里倒还干爽，就是没怎么打扫，有股灰尘和发霉的味道。刘聪聪踮着脚进来看，里面没什么光，幽幽暗暗的，只有小桌板凳。进来仔细看了看，穿过堂屋便到了后院，后院直接贴着山体，挖空了一小部分地方，简易搭建的棚子就是厨房，旁边还堆积着柴火。一块荒废的小菜园则在屋子的侧面，确实够偏僻幽静的。二柱啧啧道：“我爹勤快，捡了没人要的一块地建的屋。我娘死得早，他一个人把我拉扯，
结果也累死了。傻二住道：“我爹死前带着我去求老爷，老爷心善，将我留下了。没过几天，我爹就没了，屋子里的东西都叫亲戚们搬走了，田也分了，就这屋子，老爷出面做主留了下来，说等我以后娶媳妇用。”二柱，原来你这么惨，你倒是像画本里的那些主角了。傻二柱，以后有我一口肉吃，就有你一口汤喝。你小子跟着我混，差不了的。刘聪聪感触道，随即两人便开始收拾布置起来。吃饭的桌子摆到堂前，盖上红布，墙上直接挂空白画轴。按照我说的，最上写上把主爷李师公之位，下面写下胡金，胡金下面又写着胡独秀、胡不堂、胡德禄。接着就是给仙谱为业开光，要请来胡仙信灵念头，要给香炉开光，这些我都有教导。刘聪聪一步步做，又是插香拜四方请司灵，又是安告土地爷，又是安告普天诸灵。等将仪式都完成后，刘聪聪也不知道做成功了没成功，只是依然按照吩咐，在离开的时候，于门上用一块红纸写着某年某月某日，弟子刘聪聪请胡仙入此堂口，此地一因神煞，非请勿入，当做了封条。这是怕布置了堂口，结果被别的什么东西抢占了去。做完这个，二人才离开了这里。而刘聪聪做法之后，老歪脖子树下，胡金立即就有了感应，他欢喜十分，抓耳挠腮，原地跳起了古怪的舞蹈，吩咐道：“孩儿们，收拾好家当，今晚我们就搬家了，不再住这骚轰轰、不清新的破落地了。”狐狸听闻问道：“那人屋在哪儿？多大？够住不？”胡金回不上来，只道：“我先去探探地，看看环境怎么样，回头告诉你们。”于是化作黑衣婆婆，顺着指引来到了傻二柱的老宅。见着此宅靠着山体，便十分满意，真不错，孩儿们还能到山上玩耍。走近一观，门前一棵大树更是符合心意。之前我们住那老歪脖子树，这里也有一棵大树，大树能聚灵气，也能给我们小妖有个遮蔽，还能聚集乌鸦喜鹊在这里搭巢，真是不错。又见着红字封条，读了2遍上面的字，确定是请自己入住的，这才笑呵呵露出狐狸牙来，将其撕了下来，折叠做了请帖凭证。进入院子一看，虽然荒草极多，但这对狐狸来说不是缺点，反而是优点。跨过院子进入堂屋，虽然幽幽暗暗，可还是能一眼看见那张仙谱。于是胡金恭敬跪拜磕头上香，弟子胡金拜见法主李师公。磕头之后，这才分出一团念头，附着在了谱系上写着的胡金2个字上。这念头进入其中，视角便开始转变。原来这屋子布置了供桌香炉，已经算是一处法界道场。这神谱便是成了一道进入法界道场的门户。神谱法界之中，那法主李师公之位，犹如一颗太阳，照耀着这处空间，隐隐可以感应到，似乎是一座香火鼎盛的庙宇。只是这处空间也不大，约莫有这处屋宅大，却可随念而动，显化出满是草的庭院。又一念，各种家具全都出现，只是精神疲惫的厉害。胡金又玩了一会儿，才恍惚认出来这处空间是个什么去处。我可以借助这张仙谱进入这处房屋院子的法界所在，这是类似于人死后的阴宅，不对，这是道场或者说洞府。那么从法界出门看是什么呢？胡金推开法界之中庭院的门户，刹那间就有一股阴风吹来，将他吹得面上生疼。外面灰蒙蒙惨淡淡，一株黑漆漆的老树，有10数人环抱粗，挡住了去路。树冠连绵数里地，好似一把大伞。后山更是黑森森，绵延着鬼窟林。胡金还想出去，却发现不远处忽然冒出了一双双暗红的眼睛，散发着恶意寄语，盯着这忽然打开的门户，更和胡金的眼睛对视上，似乎眨眼的功夫就靠近。这些眼睛的主人便好像瞬移了一般，步步紧逼靠近。胡金吓了一跳，退回门内，合上门栓。刹那间，在那诡异的视角，门户凭空出现，又凭空消失，外面竟然也是法界。胡金也是有传承的。从前听闻过前辈讲述阴神出窍游历法界的情形，就是这么阴惨惨的模样。法界不是阴间，法界只是众生念头构建的认知，是意识的投射。故而人拜神佛，神佛便常居法界之中；人畏惧鬼魔，鬼魔便也会在法界滋生。而一些执念怨念在法界之中，就会变形成法界生灵。在法界修行，时间观念会和外界不同，毕竟念头的速度是很快的。比如看一本书，在阳世有肉身束缚，一页一页看还不一定记住，在法界中只需要一扫就能全部记住。如果念头凝实，回归肉身也不会忘记。胡金意识到我所传神仙法的珍贵之处，看来经过布置之后，这处屋子便会在法界之中形成庇护，好似神奇的庙宇道场，大妖的修行洞府了。对我而言，不仅是一处庇护之所，可以非请勿入，还可供我安心在法界之中增长智慧，修炼道行。胡金心情激动，一时竟然不知道说些什么，只心中默默发誓，要为我忠心不二。又在法界狐仙堂院之中欣赏了一会，胡金这才离开了去，回到乱葬岗旁老歪脖子树下，跟着猪狐狸说了这个好消息。那处地方是个神仙洞府一般的居所。猪狐狸在歪脖子树下仰着脑袋听胡金描述，已经狠狠开始期待了，一个个的开始收拾东西。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，都是一些破烂衣裳帽子。狐狸们经常会穿人的衣裳、人的帽子，然后问同伴，你看我像人吗？然后装模作样立起来学人走路。要么就还有一些铜钱、认字的书，小孩不要的已经损坏的玩具弹珠，狐狸都舍不得，一个一个打包要带走。等着夜里4只成精的狐狸化作人形，前面2个，后面2个背着包袱，中间是一些没有成精的大狐狸、小狐狸，约莫7、8只排成列列成队，就这么从老歪脖子树处搬走了。虽说老歪脖子树下狐狸洞很是一般，可胡独秀还是舍不得，又费尽辛苦找来一块石头堵住，想着以后万一还有回来的时候。胡金呵斥道：“你堵住了门，将来有同族想要住进来怎么办？留一份情分吧。”
最终只半遮掩了洞口，往着刘聪聪在傻二柱家设下的狐仙堂口而去。胡金手拿着红纸贴开道，竟然没有狗来吠叫，叫他们平平安安的到了村子角落的这处僻静屋子。猪狐狸也没有住过人住的屋子，一进来就撒泼打滚。胡金则教导胡独秀他们给法主李世公磕头，将念头附着在狐仙堂谱的名字上。于是成精的小狐狸们也进入了法界之中，被其中念动则生发，万物的奇异之境惊呆了。这是个什么去处？果然是仙家洞府。于是你变出一花来，他变出一草来，只是他们念头不具体，变出来的东西也不能持久，不像斑狐狸得了点化，已经将近100年道行，智慧通达许多，不亚于一个寻常人类。胡金制止他们继续玩闹，开口立下规矩：我们有今日的造化，全靠许师，但你们不准在外胡说八道，泄露这些，尤其是胡阿贵一类同族，若是惹上麻烦来，别等许氏开口，我自己就穿了你们的脖子，生剥了你们的皮。胡独秀、胡德禄、胡不堂3个狐狸被吓得一激灵，连连点头。狐狸最惨烈的酷刑就是剥皮了，狐皮值钱时，尤其是活剥下来的狐皮更加值钱。此前他们便有不成气候的同族被猎人抓到，第一时间都不是杀死，都是活着带回家，成了精的狐狸跟上前，想要营救，结果只能看见狐狸被铁钩穿住脖子挂在架子上，然后活生生的剥下一整张皮来。甚至狐狸还没死，若不给个痛快，甚至能在风中惨叫半个时辰。就算直接疼死过去了，没皮的肉也是一抽一抽的。看见此幕的狐狸们既害怕也无能为力。猎人身边养着7、8条赶山犬，而且他们也不怕狐狸精的法术，他们自己也有赶山术，专克山中精魅。胡金拿这个恐吓他们，已经是最为厉害的威胁了。见他们吓得打抖，胡金又缓和了语气：白日里就我们几个可以幻化人形出门，但你们3个道行不够，容易被狗闻出味道来，咬你一口，只怕要显出原形，所以就尽量少出去。没事就把后院的菜园子整整，以后还能赶早集卖菜。后山的情况也要摸清楚来，没成精的晚辈就安置到后山安全的洞府中去，不要跟我们住一起。最重要一点便是，万万不可推开法界之中门户到外面去。我们实力尚浅，外面危险极多，甚至可能有什么鬼魔夺门而入，占据了此处，我们岂不是丢脸？听明白没有？听明白没有？胡金这才放下心来，开始和立下堂口的刘聪聪沟通。自胡金念头进入谱系之中的道场空间后，便发现自家有一条丝线和刘聪聪相连，这正代表刘聪聪是他的背童。通过这条丝线，胡金便隔空施展入梦法，给刘聪聪托梦，借给法力神通，甚至直接念头附体。刘聪聪正在睡觉，梦中他已经和一头老妖斗起来了。老妖，我捅你一刀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，我捅你心肝；我白刀子进绿刀子出，我捅你苦胆；我白刀子进黄刀子出，我捅你屎包。正斗得起劲，忽然老妖消散，一条巨大的狐狸出现。这狐狸浑身赤红毛色，眉心一缕金色，表情慈祥和睦，带着一种神性的美感。刘公子，我便是昨夜和你相聚的胡金，多谢您立下堂口供奉我族，今往后会尽心为您办事，共参大道。刘聪聪当即清明起来。好说好说，我拜了李大哥为师，许大哥说你是他座下护法，我们自是一路。胡金笑笑说起来，这样最好不过，那小胡便尊你一声师兄如何？这不好吧？刘聪聪又是他的弟嘛，对我应该自称弟子。胡金随后道：不论这些，我们朋友相处便可。刘公子，我现在跟你讲解一二，如何借用我的法力法术。若需借我之法力，您只需要在眉心点一团火纹，手捧一炷香，默念我名讳3遍即可。你身体太差，只能借来我苦修1年的法力，能施展1、2门法术便会枯竭。至于法术，我共有5种，你可以借用。一是驱鬼法，能驱使孤魂野鬼，却驱不得恶鬼，此法能解决一般的中邪之事，就算驱散不得恶鬼，却也能和其沟通交流。二是障眼法，障眼法乃是幻术，是一叶障目的小法术，并非真的能把东西藏起来，隐身看不见，只能对付普通凡人。三是驱病咒，这法门能够治疗一些小毛病，但最好佐以医药一起生效。我用的最多是用来给小辈止疼、止血，4是补尸法，只能做一些基础的占卜。我能凭借自然对危险的预警判定吉是凶，但不一定准确。5是迷情法，此法能控制人心，可一旦被迫便有一些反噬，切记不可用于邪徒。这5门法术，你只要默念戒法，便可选择施展。至于附体，许是不准我随意附体，对你身体伤害太大。若有万分紧急，只需说一声狐仙救我，我便可附身于你。说罢，那巨大狐狸便朝远处而去，渐渐变小，直到消失不见。清晨起来，我精气神十足。1是归西法入门顺利，2是风水阵法很有作用，生气聚集，滋补不亚于完整的吃了一只老母鸡。漱口之后，我将肉粥喝了2碗，笑着问小红：你前晚被吓到了，昨夜可睡得香？回少爷，昨晚不知道为啥，上半夜还有些不安，后面迷迷糊糊反而睡得舒服，清早起来好惬意哦。我把婆子的房间跟你隔开了一间，自然静些。你往后专心伺候我一个，其他婆子找你做事帮忙，一定可以不理会。多谢少爷。小红当下开心起来。羔羊买来了吗？少爷跟太太说了，太太今天请了李大夫来，要等李大夫给少爷诊了脉后再说。毕竟一只羔羊价格不算便宜，不比一只鸡一只鸭，养大了吃肉还有20-30斤，小羊羔就只有10斤左右。我点点头，李大夫一早就来看脉，摸了我的脉象，确实奇了，公子身体恢复得很好，倒像是已经休养了10几天似的。之前看细若游丝，如今虽然脉缓无力，但已经不算细弱，且十分平稳，似老人脉，比之从前好多了。李夫人又将我开的羊肉汤的药膳方子给大夫看，这方子开得如何？大夫皱眉，怎么叫我来看别人的方子？
千人千医，各自门派不同，理论不一，我怎么看嘛？但见不是药方，而是一张膳方，顿时就瞪大了眼睛。此法甚妙，温补气血，扶正阳气，固精壮元，是非富贵人家用不起，倒像是什么大户人家流传出来的。我儿能用吗？自然可以，甚至老爷夫人也可以时常服用。不过等着天气热了就不行了，天寒时滋补最佳。当然，公子身体虚弱，夏日时体寒如冰，自然也是可以服用滋补的。敢问此方何来？我可否抄译下来，回去仔细研习一二？抄吧。偶然从古书里看到的，若是能用来救人，才不枉他出师一遭。大夫又问：“不知是何古书？能不能借鉴一番？”我笑而不语。大夫明白意思，沉默就是拒绝，没必要挑明。倒是我唐突了，等过几日再来给公子诊脉。大夫对我的病情还算上心，李夫人又将他送了出去，问询道：“大夫，您之前看出了什么？能不能仔细跟我说说？为啥要我们去请道人和和尚来看看？”李大夫却闭口不言，摇摇头道：“有些事情我也不清楚，只是和尚道士之中多奇人异事。或许有些渺茫希望，并没有其他意思，夫人不要多心。”随即便告辞离开了。我看完脉后，便去了正无明堂查看风水变化。抬头见天井，那葫芦上已经站着好些鸟雀了，这是生灵天然喜爱生气浓郁的地方，在这里受熏陶呢。而堂中之水也自主流动起来，成了活水，只一道怨毒目光在里面，被风水阵法摄住，源源不断化去煞气，转化为生即去。我算出有一遭劫难，可这雕刻虽煞气逼人，却灵质不高，被我化煞为用，反滋养出生机之气，说明正主并没有到场，我的劫难也没有被化解。我此劫最主要的变数便是元神魂魄，还有那个掀开自己棺材盖的道人。仅这一个怎么叫群阴呢？战鹰已经被派遣出去打探消息，但狐狸精们和小胖墩也不能闲着，需要尽快提升实力。我离开此处，进入了李父的书房。李父正在里面看文章，见着我来了，透出一股欣慰。也别太累了，该休息就休息。我为了了解世界观，就必须要多看书，要不然一些历史知识对不上就麻烦了。没事看看书也打发时光，总不可能一天到晚躺着。说罢，便拿起一本大宁本精通义就看了起来。神魂强大的好处便是过目不忘，不好的地方就是容易血压高，一旦用脑过度，就会有太阳穴鼓鼓的，一跳一跳的，人也容易眩晕。因过目不忘，我翻书的速度很快，这惹起李父注意，见我不到半刻钟，翻完一本书后便将书放了回去，又抽出另外一本书，他便心中嘀咕：不是找这本书看，怎么还偏偏每页都翻？一目十行也没有这样的快。我拿的第2本书是古今文章选集，其中先秦文章并没有什么不同，大楚朝立后就有许多不认识作者不认识的文章了，不过不要紧，一并塞进脑子里再说。扫描流荡一般的看过后，我又将第2本书又放回去，拿起第3本书。普通读书人家根本没有史书，我并不能从李父的藏书中准确了解历史，毕竟只有极为富贵之家才能读得起史。如果非要学史，便只能前往藏书丰富之家去借阅，又或者拜访名师来讲史。李父早年最兴功名，这里大多是一些做文章的讲义书，也就是所谓的辅导书，完全是为了上岸。具体历史如何，他不大知晓，概念模糊。先秦以来又有哪些名家文章，他也没读过，我也没得选，便打开了这第3本《纪太元年清安府举子文章选》，却听到李父道：“你好高骛远，看这些举人文章做什么？翻书翻得这么快，看进去多少？难道是因为我在前面说了你一句，你便在我面前做模样？”我却头也不抬，看过了，自然就是看进去了。李父压住怒火：“好大的口气！我问你，克己复礼为人，怎么破题？”我微微一笑，脑海里已经开始检索了，不需化用，只需照搬，开口便是：“克己复礼，则内修其德，外见其理，乃人之至也。夫克己者，非指绝欲尽情，只为一私欲而显公义。”这题目中规中矩，但议题很大，直接问的就是人。但我之前看了自己房间里前身的那些书，刚刚又看了许父的辅导书2、3本，加上前世也活了100多岁，多少也看过一些儒家经典，如今一并化用了出来。只能说装的时候到了。我知晓李父对自己存有疑虑，但如果自己可以完成他的夙愿，考上功名，或者望父成龙，帮助他考上功名，便会一律尽消，因为这是确确实实的好处。这功名也是他李家族谱上的荣耀。当然，我也可以抛弃此家，浪迹天涯，独身修行，但我不是这样的人。且若于心有愧的话，又是一个因果在这里。李父听着我回答，语气便柔和起来。不错，虽不算大有长进，却也没有忘记所学，考个秀才应该是稳了。不过也不能自傲，少卖弄聪明，踏实一些，才能走得远些。你从小便有读书的天分，却要把这份天分发挥出来，更加的努力才行，否则空耗才气，就再难有成就了。我房间里还有一个箱子，是请人从京城抄来的进士文章和策论，虽是3年前开恩科时候的题目，不再时兴了，但看文不看皮肉，只看骨架，也是够你揣摩许久的。你既喜欢看，明日一并拿给你看看。我并不喜欢这样的唠叨教训，可能是看到了前世好为人师的自己，不过没想到一个秀才家竟然还有进士文章收藏，这倒是意外惊喜了。看来这个世界的印刷业应该已经比较发达了，又少了一样赚钱的技术。我本身并不醉心功名，考个举人了事也是为了身份及名也。举人的身份可以更好的辅助自己修道，而且举人一般还做不到官，除非主动去捐。有了这个身份，在县城之地横着走是没有问题，只要不强行和官府对着干，一些不大不小的愿望，只要开了口，就立马有人给你办好。
举人还能铺设各种产业，这是秀才做不到的。我修道钱如流水，是已经可以预料得到。无论自己考到了功名，还是帮助李父考上功名，都足够支持修道初期的消耗了。无论怎么说，考上功名，这都是一本万利的投资。我见李父教诲的话有些停不下的样子，于是看完这本书后将他打断道：“爹，我们家除了良田百亩收租以外，还有什么进项吗？”还放了些贷。李父被打断有些愣，他还想长篇论证，小时了，大未必佳，来激励我更好的读书呢。然后望子成龙，看我考举人中进士。我皱眉，还有吗？怎么问这个？从前也没过问。我如今生病，调养身子需要不少钱，肯定得问问。要是把家里吃穷了，那就省着点；要是还行，那就快些点好才为上。你祖父那时候还是挺有钱的，只是后面吃了个大亏，便把那些都发卖了，连行商的船都没留下，就对了这座宅子，还有100亩良田的基业。等你娘嫁到我们家来，又带了10亩桑田的嫁妆。根据往年的盘账，只那100亩良田的话，每年收上来的租子约摸有100两，丰年多些，寡年少些，除去赋税，能剩下80几两。不过给人婆子们的工钱，逢年过节给县衙的孝敬份礼，自家吃喝穿用，人情往来也就得7七8八，一年到头省着些用，便还能剩下20-30两银子。那10亩桑田则能养10息蚕，一年收减2次，若是没啥差错，可以产200-300斤生丝。这些生丝，你娘带着女工婆子一起织成绸缎，约莫能有50-60匹，约莫也能赚到30-40两银子。我听到这些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地主家也没余粮啊！我看着自家这宅子这么大，占地2-3亩，还以为多风光了。李父听闻儿子关心这些，不觉得不务正业，毕竟一家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治家和治国是一样的。虽然一年能存下50两银子已经很多了，但再仔细算下来，其实也没有多少盈余。你我父子读书，买笔墨给你父子的书修，或者买些新出的书籍文章，哪怕不买书，只请人抄书，也是一笔开销，还比吃穿用度都贵些。我更沉默了，算来算去，每年竟然也只能勉强维持收支，甚至有财政赤字的可能。可恶的黄真人，不是说投身中等富贵之家吗？可以供养初期修行，难道要在卖野田的破门败家时修行吗？李父见我肉眼可见的失望，甚至嫌弃，太阳穴有些跳动，不知怎么的就张口说道：“当然。”你祖父还有些做生意时候留下的积蓄。我眼睛又有了光，立即问道有多少。李父立马后悔了，本想着不告诉，但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自家儿子。既然问了，那就带着去看看吧。深呼吸一口气后站起身来，你跟我来，却是领着往后屋走。后屋有个耳房，改成了茅房，放了公桶。李父挪开公桶，挪开板子，竟然有个地角。李父领着我往下走，摸黑摸到了2口箱子，一口大一口小。李父打开箱子，这才将火折子点燃，顿时照亮光明。大箱子里码着银子，小箱子里码着金子，此时都反射着光线，闪耀着宝光。这就是你祖父留下来的银子，有2000两银子，100两金子。这金子是5两，一根龙共有20根，这银子却是20两，铸成一锭龙共有100锭。此外，咱们家的房契、地契、田契都压在这里。这算是给你小子交了底细了。李父道，这钱你爷爷原本是准备着给我考中了举人，之后就打点安排一个实权小官的，可始终没有用上。如今我也是这么个意思，你考上了举人，这些钱随你如何处置。至于你调养身体，我和你娘单独的积蓄还有200两，是这些年攒下来的。若不是专门要那些人参蓉片当饭吃，再怎么精细养着，1-2年是够你的了。我暗暗到1-2年，1-2个月我就给你全光了，加上这些家底，能挨个1-2年还差不多。我看着这些金银，估摸着能用多久，开口问询道：“爹，那您就一直在家吃老胆，没打算开源？”李父道：“我也想过，若是换成田产，肯定是可以钱生钱的，但朝廷有规定，田产这项已经是到了顶格了。至于做生意，我也不是那个料子，别反而败光了。如今只期待着能完成你爷爷的遗愿，通过科举翻身，成为举人，能有一个好出身。算起来，你爷爷去世也有5年了，你奶奶去世也有2年了，明年正好孝期满，我们父子可以一起赶考。李父其实也不过40出头，属于壮年，便是考到60岁，也能再考4-5次呢。我听到他这么说，便知道这笔钱暂时是动不了。暗暗道这家宅风水再怎么催，也催不出个举人来。2个人脱产读书，若是没人考中，不出几年，这家底迟早得败光。我还怎么氪金修行？难道去动祖坟，给李家催官运、文运、风水之术，分阳宅、阴宅？我擅长阳宅风水，不止肉身道场，对阴宅研究很是一般，但这个一般也超过许多普通的风水师了。其实也是先道贵生的思想在作祟，活着住得舒服就行了，哪里管死后子孙之事，集中当下清来事。况且前世基本环境也不准乱改祖坟了，将祖先尸骸挖出来再挪别处去，也不是一个人就可以说了算的。既然自家无用，便更没啥研究了。倒是前世的那些徒弟对这种事情十分感兴趣，经常给一些当权者、富贵显赫之极的人看阳宅、测阴宅，赚到大笔钱后，就采买了修行要用的各种宝物来供养我。当初我在美国旧金山建设道场，那用的可都是拆下来的明代建筑，挪移修复的明朝壁画，各种道教的铭文石刻、古代典籍充斥其中，古董法器各脉传承，布置城镇道场。不成后，我甚至可以白日出窍游走法界。只是蓝星的法界混乱时分，美利坚这边更是魔鬼遍地，邪祟大开。我为了开辟这处道场，甚至效仿当年祖天师，收服6天故鬼一般荡魔除恶，维护了一方秩序。在美利坚旧金山道场布成之后，不负我所托，虽不算是一处天然洞天福地，却也是仙居。我住在其中，生机不以年岁增长而消减，智慧反而越来越具足，这才以将近100岁高龄之际爆丹成功，境界不亚于张三丰之流。只是我没人家张三丰能打，也没度过最后一道魔考幻境。李父见我沉思便道：“怎么
屈奔现实也有压力吗？我摇摇头离开了此处。要想钱还得靠刘聪聪。李父见我这副指望不上的模样，有些不服气。你这摇头什么意思？是说我考不上，还是你考不上？还是觉得家底太薄了？两人离开了地窖，李父合上了砖，将公桶放回原处。了解到具体家底，我便心中有数，打算制定将来的具体修仙计划。先回到房间，给自己拍打按摩了一阵穴位，又含了一片参，就开始闭目养神起来。说是养神，其实是消化自己看到的那些书。要想修仙，除了靠别人供养，更多还是要靠自己。我闭目了小半个时辰，将看进脑子里的书仔细咀嚼消化，可惜没有一个进度条，不然心中也有底。刚刚消化完，小红便推了门进来。少爷，老爷夫人说每月出2两银子给您自己用呢。小红高兴极了，我却面无表情。2两银子现成普通3口之家1个月的开销都够了，但在我看来只能打个水漂，毕竟买只羔羊来吃就要费1两多银子。见我兴致不高，小红又补充道：老爷说吃东西抓药都不算在里面，这2两银子是少爷的月例银子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去把钱领了，然后替我去药店买2两朱砂、1两白纸，再去纸扎铺买些蜡烛、线香、黄纸，再扯一张3尺6寸的红布来。少爷买这些东西做什么？别问，去就是。我的语气让小红想起那天晚上遇到鬼的事情，于是乖乖听完我的话，出门才买东西去了。小红走后，刘聪聪便在刚刚吃完中饭的点来到了李家，迫不及待跟着我分享奇异的经历。李大哥，那狐狸可真大，有一幢楼那么大，那怎么跟我看到的杂毛老太完全不同啊？那是胡金的念身，或者说他想让你看到的样子，将来他也会往着这个方向修炼。毛色纯净，眉心一缕金。至于体型大，那可能是梦中的形变，则是你自己的主观了。这样啊。今日早上我起来后想起这个梦，只感觉历历在目，真实无比。再一念狐仙教的法术也能自如施展。接着按照李大哥你的吩咐，便买了烧鸡、烤鱼一些水果糕点，前去狐仙堂道场供奉狐仙了。那狐狸精都现身来见我，一起吃了东西后，我又硬着头皮念了幼童启蒙的书，他们倒是听得津津有味，可苦了我。甚至狐精还开口提问：李大哥，要不还是你亲自去教吧？我念了半个时辰，自己都打瞌睡，还是说着明天再来，赶着来这里见你，这才从那脱了身。不过这修行法我算是练成了，倒也不亏。小胖墩卖弄的小法术，一个障眼法来来回回弄跟魔术似的，我忍不住打击道：练成什么了？你忘了？这分明是这狐精修成了，才主动借法给你。你的萨满教功法还没入门，没有体悟到天地自然万物有灵，哪里算修成了？他不借法给你，你还能施展法术吗？这法门是双向的，狐精强大，能带动你，你每增加一些道行，狐精也能受益。现在单纯是他带着你动，效率低下之极，我还没修成。小胖墩有些失落，我又问他狐仙堂里在哪儿，却不是刘府，是在傻二住家。我听了微微思索起来，这也无妨，在你说的那处地方反而更好，后面还有座山。这样我叫人买了开坛的工具，今天我就跟你一起去。给你做法喊山，叫你今日就入门，和狐精齐头并进，双修共参。小胖墩挠挠头，什么是喊山？山有山魂，曰山鬼山灵，或者说山神。喊山就是喊魂，将大山灵性和你共鸣，可以如灌顶一般将萨满教法门给你，一次性入门，不仅可以提高你的灵性灵感，还可以更好的体悟自然。不过你这也不算庙，所以才只是一处宅院。若有了庙，哪怕是土地庙，都能显化出一方数百亩的法界灵境。至于洞府外的法界，确实有些危险。不过我现在教你一门炼昌手，如果喊山成功，你就在谱系上写上此山山君之位。此法强大之处在于，萨满教坚信万物有灵，山有山神，水有水神。喊山之后，有神便可攻神，无神则可造神，汇聚山川灵性，直接造出一个自然灵神。小胖墩不明觉厉，我轻描淡写。这法门是旁门左道之中的拔苗之术，也是萨满教中的不传秘法。灵性骤然提高，就会看见孤魂野鬼，听见从前听不见的声音，容易神情恍惚。不过有狐仙护着的话，这些副作用就都不怕。小红很快将东西买来了，我便让小胖墩雇一辆车，一并将东西拉了去。李夫人本不想让我出门，我却道：我不出门，别人怎么知道我是活生生的人呢？李夫人只得作罢，将求来的护身符给了我，把这个带着。这护身符连灵光也没有，只求个心安罢了。我出了门宅，便隐隐觉得有人在看自己，不过心中早就有了一些定计，并没有说出口告诉别人，平白多出一股担忧。和刘聪聪到了那处宅子后，看见格局布置，我还真是大吃一惊。这么大一棵树挡着门前，门路也是斜的，这地方不养正气，怎么会有人想到这样建屋子？难道没人提醒他吗？此种格局在阳宅中视为顶心煞，既有采光不足，也阻碍阳气流通，容易造成阴气淤堵。大门乃是生气进出之所，被大树拦截了生气，便会叫此树吞吃此户人家家运。树本身还容易形成树煞，不仅影响此户人家，甚至可能影响一村的整体风水格局。我环绕看了看这棵树，问向二主，这毕竟是你家宅子，树多少年了，你知道吗？傻二主摇摇头，不知道，我估摸着只怕有7、80年了，根须估计都铺了3、4里远。三人从斜道入，进入庭院，树冠如伞，完全盖住了这小院。胡金感应到我来到，已经变成老太太在院子里等着了。弟子拜见李师。我摆摆手道：我来看看你们的堂口。本想着按照我说的布置，再怎么样都还行，现在看来倒不像是一处仙洞，倒像是阴窟了。多谢李师关心，只是我们都觉得挺好，并没有什么不妥不是。这里僻静安全，后面还有座山，
随时可以跑到那里去。我点点头，自己是以人的视角来看，但以动物的视角来看，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儿。况且这几只狐狸原本修的野狐禅，喜欢这种地方也不奇怪。胡金还在门口老夫下撒个尿，以此为媒介布了障眼法。屋子只是我和他定了气，结了缘法。刘聪聪又是他的地马，才没有影响。上次我借命的押钱还在吗？在的。胡金连忙将一枚铜钱拿出来，小心交给我。我接过此钱，本来不打算找你要回来，但这铜钱我还有用处。将其收起，便进了里。屋内里只有一个神坛，挂着狐仙堂、神仙谱系，上面仅仅只有发主爷李师公和4只狐狸，可谓是人丁稀少。要知道，东北出马仙那个堂口能没有20-30位仙家，有的甚至供奉上百位。我于是对着刘聪聪道：“待会儿你将战鹰也上了谱系吧。它是一只麻雀精，跟着我身边。”帮我打探消息。刘聪聪点点头，如何上谱？他已经明白流程。我随即坐在主位上，问询之前吩咐他们的事情，看看他们有没有认真打听。胡金，我叫你们打听那道人行踪，还有周边有什么神汉巫婆或者具有道行的精怪之类，有结果没有？胡金上前道：“弟子用鸟语问询了周边的鸟类，经得了一些消息，只是还没确认。”这才没和师尊说。无妨讲吧。根据一只老狐道，那道人离了乱葬岗，便往这玉山去了。那玉山是玉山县修行圣地，有道观、佛寺。道观是山居观，供奉的是山神；佛寺则是地藏庵。我们本是低微，只活动在青田乡一带，没有去过玉山，只能再找些其他门路打听。再一个就是那个吊煞的来路，我们也打听到了，是在2个月前，在李庄村外的小树林中上吊的。期间村民凑了钱来，请玉山山居观的道人送上，正是这个道人。我点点头，赞许道这2个消息很重要。胡金松了一口气，又道：“至于师尊要我们打听的附近修行中人，也有了大概情况，但不够细致。本乡共有11个村，每个村都有巫婆神汉，不过有的是招摇撞骗，有本事的不超过1只手。对于跟我们一类的妖精，我知道的则有4个，分别是鸡妖、猪妖、鼠妖、牛妖。那鸡妖原本是大户人家养的斗鸡，通了灵性后，便啄瞎了原本主人的1只眼睛，逃了出去后，平日里假装夹鸡混点吃的，若被发现就反，啄的那人血淋淋的成了气候之后，便占了清风亭，在那魏霸和一窝野鸡混到了一起。这家伙一身逆毛爪，弱筋铁，尖嘴如厨，很不好惹。原主人专门花钱请了2个猎人，2个武馆的武夫都抓不住他。狐狸好吃鸡，连胡金都说不好惹，必然是打过交道了。那猪妖原本是头家养老母猪，年年一胎生好几个，因成了精，便有意不再耗费元气生崽，结果却在夜里听到主人说他老了，要杀他做成腊肉，第2年再去卖。他便咬破门栏逃了出去，在烂石冲助下，猪妖中就属他体格大年岁老。我曾与他多有过交流，那鼠妖则最怪，乃是5只老鼠尾巴缠在一起后，最大的那只咬死了，其他4只将其吃了，自此就号令群鼠，成了鼠王。平日都在地下待着，擅长搬运法、瘟疫法。牛妖则是耕田耕着，突然发了癫，把原主人顶了个肚烂长穿跑了出去，在九界沟住着。官府曾派人来降服他，也被他躲过去了。我听完大概有了些想法。除去那老黑猪，性格敦厚，都不是什么良善之辈。当然，还是要看师尊的意思。师尊若能将其感化，我摇头，我不走佛家那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路子。说完这些，我又问起堂口之事。如今堂口已经摆下，你可进入了法界，已经进入了法界之中了，可真算是神仙洞府一般的去处。胡金当下描述了法界景象，我点点头，这就是建庙立社、神仙道场的好处。便可以借助昌兵昌将护持你游历法界，探索周边。炼制昌兵需要汲取山川恶煞，并在上记住本身恶念，炼制成昌兵。如此，你念头越发纯净，修行便会加快。昌兵寄托了你的恶念，则和你心意相通。如你越发境界高深，昌兵则越发凶神恶煞，能为你探索法界，传递消息，捉拿恶鬼。胡金听着便知道是一门厉害无比的护道。多谢师尊传法。山中若无神，则容易喊来山中恶煞，正好助你修识昌法。不过在此前，我要先施科仪，净恶煞，镇祀临安土地。这毕竟是民宅，且风水险恶，不能抵挡恶煞冤魂。可惜你德行不足，位位不够，只能暗中有人供奉，不可明面有人祭祀。不然哪怕只有一座小庙或者神坛，也比现在好得多，不必我亲自出手损耗精神。胡金愧疚，弟子会努力修行德行的。我点点头，这倒是不急。不过你说那些巫婆神汉，既然大都是装神弄鬼，那你就去吓他们一下，叫他们供奉于你，你出手帮他们解决一些事情，这样收集善念香火，助你修持，也算是可行捷径。胡金没有想过这种事情，这样行吗？不是按照地府律令装巫婆神汉，他们死后也要下地狱，如今反而在救他们。胡金听此当即点头，那弟子明天就去将此事办好来。我指挥这几人不谈，因为要喊山，所以需要知晓此山名讳，以权议事。于是问向众人，这后山可有什么名字？胡金早就打听了，开口道：这山叫鸡撅子山，乃是看起来像是鸡脚一般，三叉隆起一座峰，并不多高，约莫30-40丈。我点点头，既然有了名字，就必然有神，毕竟人叫一声，便有一声感应，这倒是好办多了。那边刘聪聪已经按照我的吩咐布置好了法坛，本来法坛是要礼敬神奇的，但这里只有一张神谱，谱系源头还是自己的前世庙宇。
李氏宫庙，所以敬神就是敬自己。我省下了这一步骤，但净坛仪式不可少。我选择炫水净坛，这事儿比较简单了。先吃了法水，再围着法坛四方喷法水就是了。我于是捏着诀，举着杯子，一边喷水一边念动敬天地神咒。等进了坛，又在4个角落插香，接着便用9泡白纸再浸润了朱砂，拿针取了刘聪聪的指尖血。胡金也主动逼出一滴血来。这些材料一并研磨成了墨水之后，我又开始念法咒。先是3净咒，净口、净心、净身。念前还不忘叫刘聪聪、胡金2个好生记着，将来开坛有样学样。念完咒后，我又叫刘聪聪、胡金乃至于诸多狐狸一并跪拜上香，口念礼赞法主爷李世公。我则在旁边念动炷香咒。我念完，紧接着便能清楚听见2人心声祈祷，又遥遥感应到前世金身妙语。可惜几次尝试就是连接不上信号，看来上次连接上也是走了大运才能借来法力。见没借来法力，我微微一凝，便不顾这些，直接提笔便画了符箓。自己虽没有法力，但可以直接调取的胡金体内法力。刚刚叫他拜自己，就是为了建立联系。那法主爷李世公之位，隐隐发出光明之意，和我本身互相辉映。我又念了赤笔咒，随即画伏笔走龙蛇，先画了5行5方安宅符，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，还有勾陈。随即便叫着傻二柱配合仪式，毕竟这房子是他的，还不是刘聪聪的，以主人身份布置结界，就可达到安4灵定5方，妖精邪魅，非请勿入的效果。到时候举行喊山仪式的时候，一些山中恶鬼邪祟煞气就会被拦截住，只请来真正的山神。傻二柱按照我的吩咐，四方朝拜上香，他一边拜，我一边斥咒安土地咒4项神咒，将屋子绕了一圈，分别烧了青龙安宅符、朱雀安宅符、白虎安宅符、玄武安宅符，又在院子里烧了勾陈安宅符，拢共5张守护符箓。等着要画配合喊山仪式的召请山神符的时，就没这么随意了，甚至隆重许多。却见我踩钢踏斗，手掐剑诀，对着画好的符箓念道：山川地虚，岩精野灵，闻我号令。我本来身体就没怎么恢复，这么一通做法，面色又白了几分。休息了片刻，我便将这召请山神符交给了刘聪聪。今晚我们在这里过夜，同时我的这次结束也会提前在这里引发，你怕不怕？刘聪聪浑然不惧，不怕。胡金，你则进入法界，准备修炼长兵。按我所说，祭炼山川恶煞之气，用来缔作恶念。独修你们3个，千万为胡金护法，不可怠慢。我发号施令，他们个个都十分拜服。我再次不刚踏斗，手掐剑诀，刘聪聪将赵景山神符给烧了，头顶插着一柱点燃了的香。我剑诀一动灭除，刘聪聪打了个哆嗦，两边肩膀的命火就熄灭了，也因此看到了法界和阳世重叠的昏沉景象，一时竟然惊讶好奇，正打算左顾右盼，我却喝道：别分神，跟我念！奉灵山法主公命，普告万灵山川地虚，闻我号令，此地境主鸡撅子山山神何在？速赴坛前，不至则灭，不听则死，急急如律令。刹那间，山风呼啸，似有闷雷惊动，随即万鸟不安，纷纷飞起。鸡撅子山上并没有真正意义的山神，但孤魂野鬼、精魅魍魉、各路神煞却是不少。我这么一做法，便如同捅了马蜂窝，叫他们齐齐来至。那些不知名处淤积的煞气、阴气纷纷被引动，山中弥漫起一阵突兀的大雾，雾中鬼影重重，又有似乎野兽，又似乎人影。山脚村民们养的狗一开始还在狂吠，但没叫多久就瑟瑟发抖，夹着尾巴落荒而逃了。村舍的祠堂放出红光，和千家万户的灶台勾连起来，于是每家都似乎有了一些光亮。鸡撅子山没有所谓的山神，所以这些神煞认为谁应了坛负了命，谁就是鸡撅子山的山神。胡金星辰法界道场，按照我所说开始炼煞，所见到却是大树前鬼影重重，绕着屋子转，就是找不到进口。这些鬼影有动物的，有人的，有的则像是树，像是藤蔓，有的则是一团黑气。他们都死死地盯着这处宅院，数量足足有上百。就算我安了4项5行，不谈设堂，藏住了入口，叫这些鬼进不来，但如果他们暴动了，那绝对不是一件好事。刘聪聪看见的就更恐怖，他看到的是法界和现实的重叠，模模糊糊的，但就是模糊才给了人想象的空间。牛鬼、猪鬼、蛇鬼，还有细细小小的鸡鬼、猫鬼、犬鬼，都含阴带煞，虎视眈眈。我同样也看到了这些鬼，并敏锐发觉猪鬼之中有一鬼不同，此鬼浑身散发着黑气，面色蜡黄，头上戴着帽子，仿佛像是一个坟包，身上的衣裳也是土黄色的，眉眼之间饱含煞气，恨毒怨气。下一刻，我脑海之中闪过一些画面片段，是原身的记忆被唤醒了，身魂感应，这就是我的原身魂魄，也化作了阴鬼阴土煞。我瞬间明白了，原身并非离魂而死，相反魂魄还在肉身，只是被镇压了困住了，变成了植物人，直到被埋到了指定地点才咽了气。因为原身已经被炼成了5行煞鬼之中的土行煞。5行煞鬼就是通过5种方式杀死命格特殊的人炼成的煞鬼。吊客煞就是木煞，原身被活埋在乱葬岗，便是阴土煞。5行煞鬼需要按照5行相克的顺序炼制，如果前面有木鬼，那么就是木克土，土克水，水克火，火克金，但金又克木，完成循环。所以无论从哪一行炼制都行。我不知道那道人炼制了几只鬼，如果没有5行俱全，5行煞鬼就不难对付；如果5行已经俱全，那就麻烦了。
五行煞是十分凶险的恶煞，因世上之物多为后天五行，亦包括人体屋宅风水。五行煞鬼可以随意附体人身，夺人五行精气，被夺之人死后连鬼都做不成，只能为其控制成为鬼娼。待此五煞各害了4人，便可化作五行鬼族。煞鬼便是对正，若各害9人，便是五行小校。如此渐渐可以成长，甚至屠杀1城，将人间化作鬼域，颠倒阴阳了去，便是为五方鬼王。此外，五行煞鬼还能搬运财富，随意潜入人家，不为镇守宅神。我前世就遇到过炼制五行鬼的邪师，但那边中原大地法规森严，害人实在不容易。只有一个借助孤儿院的便利，害了5个童子，炼了五行鬼童。那本是弟子遇到，弟子斗不过，搬出了我也是博览群书，知晓此术乃是阴山法，邪中又邪，恶中又恶。破解唯有用不在后天五行之中的东西，雷电便是不在此中范围内，故而能克一切五行之鬼。古代雷法倒是刚猛无苍，我修成大周天之时，已经年迈，又不是童身，修不成纯阳雷法。如今可没有高压电，修持雷法又需要最起码小周天的功夫，才能练成掌心雷。我猜测倾向于那邪道人并没有练成五行煞。第一，找到合适命格的人不容易，是靠运气的。第二，从始至终只有那青煞鬼即吊客煞出没。还有便是在我的淮阳劫难时，吊客煞很容易就被逼退了，潜入徐府的时候又反被我瓮中捉鳖，没有逃走。若是已经练成五行煞鬼，早就进出自由了。我摸摸手中的压钱，此钱才是克服此鬼的重要手段。只是那邪道人呢，还不出现吗？花花山林中更加恐怖的阴气冲刷而至，一只好似丈高的犄角出现在诸鬼之外。积绝山山神这个东西浑身透着阴煞，一蹦一跳的，每跳一下便离着山脚越近。它并没有实体，其实和鬼一般是个煞物，因为百姓都觉得此山像是一个大犄角，急了念聚了行，便也是这么一个玩意儿。我喊山成功了，这积绝山山神其实基本没有神性，倒像是一个鬼怪，是自然意志的集合，也是百姓认知的集合。相比其他鬼物，最符合山神特质。我看着它，虽然那么大一个犄角，想想就很好吃的样子，但若是1丈高，而且在夜里蹦蹦跳跳的，一直追着人，还是很诡异恐怖的。那安宅结界并没有拦住它，毕竟我换的就是它。小小的宅院根本容不下它，它站在坛前一动不动，似乎没有自我的意志。但我知道它在观察着院子里的几人，它在学习，在成长。它也会好奇，如果它想踩死谁，就可以踩死谁。这就是萨满教。万物有灵论之中的自然灵，既无后天善恶观，但也容易被后天善恶观影响。所以其实它也不是山神，只是具备成为山神潜力的山之灵性。刘聪聪也被惊到了，愣了神，我便踢了他一脚，将他踢醒，随即连忙按照我说的，开始和鸡撅子山神沟通。他阳火熄灭了2盏，只有头顶1盏，却也在摇曳。灵性又有胡金这位狐仙加持，很快便进入了自然感应的阶段。他体悟着面前的大犄角，脑海里却出现了整座鸡撅子山的真实景象。他的灵性和大山的灵性沟通着，在我的法坛号令镇不住这鸡撅子山神之前，如若不能结成契约，完成萨满教请神仪式，我便会启动备用手段。好在鸡撅子山灵的后天认知，在和刘聪聪接触后便被同化了，自然而然地结成了契约。刘聪聪的身上出现了一个鸡撅子印记，鸡撅子山神也开始变化，凝成了一个不那么真实的人形，是直接塑造了人格。我亲自将鸡撅子山山神之位写到了神谱上，和胡金平行。那鸡撅子山山神有所感应，变成了无脸男人形，将手摸到了神谱上，然后就穿入了谱中，进入了道场空间。胡金在法界道场之中，忽然见着这么一个无脸男撞了进来，浑身煞气，还没等其反应过来，就按照我的吩咐，从其身上采炼了煞气，附着了自己的念。鸡撅子山神也接触到了胡金的念，并获得了兽性。他面目渐渐凝实，最终看向头上最高处的法主，也许是宫之位，像是一个小太阳一般，也是整个法界的源头。他伸手去触摸，但那是另外一个世界了，他如何能触摸得到？法界内鸡撅子山山神虽然先后从刘聪聪处获得了人格，从胡金处获得了兽性，但却不能向上获得神性或者说神格。不过我已经开始做一事，为其赐名，无论道教、佛家，又或是萨满教，甚至美利坚的恶魔教派、脚盆基的神道教，都遵循从上古得来的规矩，即妖魔鬼怪，又或者神奇都有其真名。真名是神灵力量的来源之一，掌握了真名就能和神异鬼。这位山灵总不可能一直叫鸡撅子山山神吧？而于道教本土而言，神都有神会密字，我便将与山鬼还有一个犄角的符形合成了一个密会，这便是其真名。与头饰为雷字上半部分是代表发号施令，意思是代表上天赐予你此名，取其首音；山字是为月字下半部分，代表第七山神的神职，取其次音；鬼是其形制，读本音鸡爪符号则取，鸡脚合音亦是读。从此这个神会密字虽是一个字，但有2个音节，符为鹿诀，这是专门创造出来的一个文字，也是专门创造的读音，专门表示神灵的名讳。我创出此字后，便迅速画了一张新的肇庆山神符，将本地境主鸡撅子山山神改为了本地境主略诀密会，随即大喝一声：五凤临山法主公之命，赐汝真名，画符显威。应之则生，不应则散，急急如律令。法界之中的鸡撅子山神发出略诀的鸣叫，分明是应了。他刚刚应了，下一刻无脸的面孔开始凝聚了五官，确实和我有几分相似，人身而鸡爪，穿着黑色的衣裳，表情僵硬，似乎还没有适应，手中拿着一件鸡爪做武器。而我则感觉神魂一虚，脑袋眩晕起来，看来是赐名成功，强行扣除了蓝条，不是扣除血条就好。强忍着不适，我将谱牒从墙上摘下，在鸡撅子山山神之位的黑笔字迹的
背面以朱砂在黄纸写就此字，又贴在对应位置，是为给神奇装藏。这是画像装藏的方式，只不过这连画像都没有够着，只是一个堂口谱系列了一个字尾，但也适用了。我创造并掌握了他的密会真名，可以随心调度。下一刻，他便被照了出来，出现在了外界之中。这略觉已经有一些护法神将的模样了，同时得了真名后，拥有了性灵，也就是真我真灵，脱离了自然灵性的范围，朝着人格神进发了。诸鬼都忌惮于他，虽然未必有神性在身，但自然灵神的位格就是比他们这些魂魅要高，但也仅仅是忌惮，更多的是贪婪。一头犬鬼狒狒不止，忍不住率先扑咬而上，随即群鬼都扑了来，正符合群阴剥阳之卦。我浑然不担心这神将会败，先得因为沟通山灵被其所携带的阴煞给冻僵的。小胖墩恢复肩膀上的2朵阳火，用的还是拜斗赔命之法，那略觉也是争气，鸡爪一挥，便将那犬鬼分成几段，化作了一团阴气。其他恶煞咬到他身上，好似咬到了坚硬的石头，被他一拍就扁了。我给他下命令，抓原神魂魄炼成的阴土煞鬼，他便大步流星而去，只是依然保持原来习惯，一跳一跳的。若有赶拦路的恶煞，直接给踩死，根本没有能打的被炼成土煞鬼的原身，根本没有斗战的意思，当即用了土遁法就要溜，但这可是山神静主，下一刻就被这神将给抓到了手中。随即这尊护法神将就回到院子给我复命。这恶鬼被擒拿，仍然不老实，死死盯着我，发出怨毒的嘶吼，但分明没有什么神智。我叹息一声，随即拿出那枚压钱，那土鬼顿时便被吸射入了铜钱之中，被镇主收纳住了。我将铜钱用安魂符包好，当即就瘫坐在椅子上。刚刚也算是高强度的做法，又是招神又是赤神的调动了神魂神意，我这副肉身便有些营养跟不上了，符合修行不修命，修行第一病的症状。将提前准备好的餐片给放进嘴里，运了一会儿归西折棉法安神，过了小半个时辰才感觉好了些。此时院子中刘聪聪已经在稀奇的试用自己的法术，我借山神灵性已经将他拔苗助长，直接入门了。他不仅仅从胡金处能借用几门法术，本身也可以施展山神赐福给他的天赋。月绝给他的天赋神通有2样，一为通幽显化，即开了阴阳眼，附加了对灵体的伤害，一样为观山望气，天人知晓地气走向，亦通用于望人之气、望妖之气、望鬼之气、望财物保货之气。这2个天赋都是十分实用的天赋，比这胡金能借来的5个小法术要便利不少。感觉如何？我见他玩得开心，开口问道：如今眼中多了这些看不见的东西，可会影响你？是有些影响，但也还好。刘聪聪兴奋的道：我这回算是修成了吧？我点点头道：你回去多试试，可以主动降低灵觉，要不然对你肉身精气损耗还是很大的。同样，你看见了这些东西，如果被他们发现你能看见、能听见，也是麻烦很多。萨玛教的法器很多，你靠着自己的感觉就可以尝试自己制作，借来胡金的法力或者山神法力来祭炼，就会拥有妙用。我将常见的法器说来，基本是结合了乌挪出马都十分适合的法器。比如你回去就可以自己雕刻一个山神木雕面具，一个狐仙木雕面具，涂上颜色便可以替代附身，它们附在面具上一样具备威能。同时你的思想也相对自由一些，神骨可以威慑灵体，野兽也可以备一个。这时胡金神魂从神谱之中出来，回归了肉身，一个青面獠牙、脸似野兽、手持大刀的魑魅就跟着他身后，凶狠自私，盯着一众人等。不错，你这游山叉威能尚可，擅长搜山秘技，驱赶野兽，寻找妖精，布置迷障，也能拘人魂魄。如今此山山神已经被我们收服，此山煞气便可随心为我们所用，祭娼、放娼、收场都有了一个基本的地盘。你道行不高，约莫能练一队12只长兵在身边，但这山神可以帮忙统料5、60只，只是不知道此山煞气能不能祭炼到这么多长兵。你接下来就祭炼用长兵罐，用以收纳煞气，放在神坛前供奉，每月初1、15往罐子里滴一滴血来供养就行。我跟着胡金讲解了炼娼诸要，收煞炼娼是一种，还能抓古战场的败将死兵来练，这种更类似于是阴兵。不过胡金也没这个本事，能收服败将死兵，他们练了娼，就是我练了娼，省去自身好多功夫。我闲着也是闲着。讲完炼娼，便又和刘聪聪仔细讲了戒律，不可滥杀第1戒，包括这些孤魂野鬼，本身就已经很可怜了，你再欺负他们，拿他们实验法术，就有点以强欺弱了。不可滥祭。第2戒，万万不可胡乱，收穷苦人家的供奉祭祀，只能赚富人钱。其实和第1戒原理是一样的，不可斗法逞凶。第3戒，拥有法术之后便喜欢卖弄，同时情绪无限放大，容易看不顺眼这个，看不顺眼那个，然后恶上心头，再往下就会失了底线。这便是所谓的魔障。正所谓功法练得越深，考验便越大，守不住本心，走歪了道路。你若犯下这3戒，不必我来收回你的法术，你自己就很容易自招祸端，难有善终。今日传你这3戒，若有违背，此护法神长就会施以警示，正你心念，你要谨记在心。同样的话也是对着胡金等小狐狸说的，万万不可为恶。你们本就修行艰难，修功积德，才能早日成就真果。前面我都是以提升他们力量为上，没有这么教导。如今解决了元神魂魄之事，便轻松了许多，来给他们补了课去。讲罢这些，便闭目归西折眠了，恢复刚刚损耗的神念。第2日清晨天亮，我便打着哈欠回了李府，却是没有在夜间出行。我一夜未归，李府上下可是已经急坏了。我跟着刘聪聪出去，一夜未归，说是去了牛府，可打发人去问，昨天人家2个根本就没回去过。刘府还以为刘聪聪在许家过了夜呢。回到府上，李父李母本想斥责我夜不归宿，可见我一脸疲倦，便也不忍心了，只好等着我自己说。
我回到家中，先将封印元神魂魄的压岁钱压在了佛堂菩萨脚下，随即便去洗漱。洗漱了之后，喝了肉粥羊汤，含了3片，这才躺着床上归西折眠。一觉睡到午时，小红来唤公子吃饭了。自从上次他给我指点，破了劫难，就已经对我有些崇拜，认为我无所不能。能知未来之事，我从归西状态起来。我昨晚没有回府，没有发生什么吧？夫人和老爷半宿没睡，派了人去牛府找您呢。我点点头，有些头大。我知道了，在自家房间内又喝了粥羊汤，我身子暖和了许多。见外面出了太阳，便起身去晒晒背，去驱驱寒。趴在椅子上半日，眯着眼睛，3片寒沫味道一片又一片。门外却传来敲门声，咚咚咚。门房开小门，却是一个小道士，一副别人欠他钱的厌世的模样，没个好脾气。只见他拿着一封信，这是我师父给李府李老爷的请帖。我敏锐察觉到不对，当即站了起来，朝着他走了过去。你师父是谁？那小道士见到我靠近，却有些怕，后退几步，沉默不语，眼睛却死死盯着。李父从礼堂走了出来，有些慌张，将信帖接过，告诉你师父，就说我已经收了信帖。我转身盯着李父看，语气抬高：“这道人是谁？我能看看这封信吗？”李父道：“他是我的一个朋友，我原先读书在观中清静借住，和他交了朋友。这信你看着做什么？”我打断李父，声音有些清冷：“是我之前身死要我葬到乱葬岗的那个道士。”你提这个干嘛？晦气的事情就不要提了。李母出了打圆场，我没有继续，毕竟再问就显得有些逼问了。但心中已经有了答案。那道人直接白日送信帖是什么意思？是故意挑衅自己吗？而且李父还和他有联系，这帖子倒像是李父先问了他，他再给的回信。也就是说，我回来后，李父便与那道人有联系。我转身不理会那小道士。爹娘，我始终希望你们是跟我站在一起的。说白了，我死过一回了，那死的蹊跷，当年是遭人暗算，说不得就是被人设计的。如今好不容易活了过来，想要追求一个真相而已。我敬重你们，但希望你们不要被外人蛊惑了，否则小仗则受，大仗则走。你们要是把我当成妖孽，我走离开就是；若是只是疑问，大可直接问我。李父一时尴尬，拿着信的手有些不上不下。这时那小道士却道：“你这个妖魔，还想哄骗人家？你占据了别人的肉身，还想糊弄遮掩过去？”我看看他，又看看李父李母，他们两个都不敢看我，一时默然。我不跟他们两个对峙，只呵斥那小道士：“你师父在哪？有本事叫他与我当面质问。这2日派着鬼煞来害人，真是背后阴险。如今害人不成，还离间挑唆，真是好毒的心思。我也不跟你吵，你去跟你师父说，那雕刻煞、阴土煞已经被我收了，他有本事就亲自来寻我。他不亲自来找我，我也会亲自去找他，好好算一算账。”那小道士听着就要忍不住叫骂，被我眼神射中，话直到了喉咙：“你滚！你滚！”我一挥袖，借着刚养的一丝威势，加上昨天刚收服山神的余威，直接将那小道士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，连滚带爬的跑了。看着小道士狼狈的背影，我回头看向父母，眼神平静。爹娘，信里写了什么？李父叹了口气，终于拆开了信封。